我们再来关注中美关系。最近几天，美国政府连续在中美经贸问题上释放消极信号，除了准备向在港美企发出警告，对新疆实施新的进口管制，还在讨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数字贸易协议。商务部周四在谈到中美经贸相关问题时指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落实。不过，在中美关系仍然紧张的背景之下，美国似乎也在寻求接触。美媒报道，美国政府有意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以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或将在下周访华，要通过接触来了解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香港南华早报周三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在下周访华时，将在天津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他们将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的可能性。如果消息属实，谢尔曼此行将是中美高级外交官自今年3月阿拉斯加会晤后的首次面对面接触。报道指出，谢尔曼的访问将为拜登政府制定下一阶段对华政策提供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外界注意到，本月6号，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出席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一个视频讨论时，就中美关系表态称，他反对用新冷战来定义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有可能和平共处，但面临着巨大挑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谢尔曼下周访华与坎贝尔正在进行的对华政策评估一脉相承。在坎贝尔的评估之后，中美双方是时候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现年71岁的谢尔曼于今年4月被任命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深圳卫视注意到，6月谢尔曼曾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谈及中美关系。他对《纽约时报》透露，中美正在进行工作层面的沟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谢尔曼说，中美关系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必然将同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展开竞争，但也将找到同中国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认为，在3月阿拉斯加会晤后，中美两国的沟通有所恢复。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最后几个月双方缺乏接触的情况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将回到过去那种常规外交对话。中美两国高层之间的沟通肯定是比对抗要好。拜登政府上任半年以来，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新一轮评估，然后跟美国的盟友还有俄罗斯等国已经进行了高层的沟通。所以接下来跟中国进行沟通是很难回避的，全球性问题方面进行合作都没法回避跟中国进行高层的沟通。中方对中美高层沟通是一直敞开大门的，而现在主要要看美国的诚意。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还有一个新动向。当地时间周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拜登及其国安团队计划借助这种快速沟通工具，以加密信息的方式就突发军事行动或网络安全警告等问题与中国进行联络，从而减少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下一步，美方将开展这一紧急热线的总体方案设计，并将其纳入拜登政府与中国接触的计划之中。消息人士透露，与中国建立紧急热线的构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但直到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1年，这个想法才被写入美国政府一份机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对于热线机制的必要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回应表示，中美之间建有元首、外交、国防等多条热线，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热线，或许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关键在于，操作这些热线的人，关键在于美方要改弦更张，释放诚意，而不是仅仅在于这些热线本身。尽管拜登政府表现出保持对话沟通的意愿，但对于中美间以往的机制性安排仍然无意重启。彭博社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及政府相关部门与中国同行保持着联系，但并没有计划重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就此提问，赵立坚简明扼要的回应指，美方想多了。2006年以来，中美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以及外交部官员等每年都会举行2次会谈。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一对话被称之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在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直接叫停了这一对话。直到拜登上台，白宫仍没有表现出恢复该对话的意思。彭博社评论说，不愿重启奥巴马时代活跃的沟通渠道，进一步证明了现任总统拜登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表明全球最大2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正在持续恶化。
实际上，最近几天美方接连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凸显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态势。包括美国本周将首次对在香港的美国企业发出所谓安全警告，要提示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周三，美参院还通过法案，对中国新疆实施新的进口管制。此外，还有消息称，白宫官员正讨论一项覆盖印太地区经济体的数据协议提案，以遏制中国影响力。这都凸显出拜登准备延续甚至深化特朗普对抗性的做法。即便如此，中方仍然在履行中美贸易协议。周四，商务部发布会上，有媒体问，今年上半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1360.1亿元，同比增长120.8%。另外，上半年中国进口玉米达到1530.2万吨，增加318.5%，是否意味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仍在执行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我们一直强调，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的落实。在今天的商务部记者会上，中美经贸关系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对于拜登政府更新一份针对新疆供应链的商业警示，高峰指出，美方的做法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中方坚决反对。实际上，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的做法，也让美国国内经济承受更大压力。美国劳工部周二表示，6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4%，为2008年以来的最快增速。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坚持认为价格上涨将是暂时的，但据2名政府官员透露，白宫内部最近几周得出的结论是，大幅增长可能会持续1年或更长时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他预计通胀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放缓，但美国央行将准备好酌情调整货币政策立场。近期美国通货膨胀有多方面原因，美国应当放弃对华贸易战，因为贸易战严重干扰了全球供应链，这也是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针对所谓美中战略竞争也传出更多理性的声音。日前，包括中美团结网络、明智的美中政策委员会等28个组织共同发表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一封公开信，目的是敦促佩洛西支持众议院民主党人努力推动比参议院通过的创新与竞争法案更为平衡合理的国家安全方式，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信中说，即使我们国家要采取措施应对与中国崛起的相关的挑战，我们也应该努力维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保持美中和平的政策。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和相对理性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美国学界和商界，也来自美国政界。而这次的28个组织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进步派。美国进步派在美国民主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不大可能逆转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应该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以减少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个人认为，美国倡议中美设立一条紧急热线，至少向外界透露出了这么几个重要的信号。第一个是，与几十年前的美苏旧冷战一样，拜登政府只想跟中国打一场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新冷战，但是他们不希望也不敢将这场新冷战变成新热战，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拜登政府只想通过这场新冷战，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科技与军事领域的竞争，以及通过国内的对比来让中美决出最终的胜负，而不想通过一场世纪性的大战的方式来决出胜负。那么其次，拜登政府认为，虽然中美两军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国防热线，但是在中美两国关系如此复杂敏感，互不信任程度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中美两国军方的热线电话并不足以处理危机与防止事态的升级，必须要另设一条紧急热线，由中美两国元首出面来防止事态的升级与失控。那么对此我个人有3点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中美两军军事对峙以及有可能爆发冲突，根源都是因为美国挑起了对华新冷战。拜登政府一方面想阻止中美热战，另外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升级中美新冷战，这跟一方面不断的煽风点火，另外一方面又企图仅仅通过扬汤的方式来止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中美之间要实现真正的斗而不破，根本出路在于中美不能再斗下去了。那么第二，中美最高层的接触与对话，当然可以起到高屋建瓴、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效果，但是最高层的对话必须要建立在低层级与中层级的对话基础之上。那么第三，假如中美双方因为美军不断挑衅而发生了冲突，那个时候美方再想通过中美元首热线来解决问题，会不会有些来不及了？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计划下周访华，为一系列的中美高层会晤铺路。那对此您又怎么来看呢？我记得早在上个月，也就是拜登出席完美英领导人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美欧峰会以及美俄元首峰会之后，美方就曾经放话称，现在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总统会面的时候了。而现在又传出，为了安排习拜会，美方甚至不出派出副国务卿谢尔曼亲自登门商讨这件事情。我认为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有两个，一个是在拜登的眼中，中国的确是所谓的最为严峻的竞争对手，正是因为严峻，所以才显得格外重要，拜登政府才会先在全球范围内做一番紧锣密鼓的外交布局，也就是先在印太地区搞好美印、美日、美澳与美韩关系之后，在欧洲地区搞好美英、美欧与美俄关系之后，才有信心和底气来直面中国的所谓最为严峻的挑战。第二个是，在中美元首峰会这件事情上，拜登政府显得非常的急切，正是因为急切才会显得非常主动。相反，对于这件事情，中方则是至今未置可否。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中方对于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联手盟友来对抗中国，联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来介入台湾局势，以及在经济与科技上进一步加码制裁中国，是非常不满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拜登政府在一边加码对抗中国的同时，另外一边也没有忘记向中国释出两个友善的信号，一个是主动倡议中美两国设立元首间的紧急热线，二是分管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坎贝尔首次亲口且明确表态，美国支持牢固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但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另外，据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这次访华将为拜登制定下一阶段的中国政策摸底。那您怎么来判断？这当然是一个双方难得的接触机会。由于早前拜登政府出台的对华政策只是一份临时战略方针，这份临时战略方针确立了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三板斧政策。因此，我认为接下来中美高层可能的互动都将会成为拜登政府制定中长期对华政策与战略的决策依据。不过，我同时认为，即便如此，拜登政府的中长期对华政策与战略仍然不会脱离竞争、合作与对抗的大框架。不同的是，他们将会重新确立未来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也就是重新确立竞争、合作与对抗三者在中美关系中的比重。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